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跟我结缘的高雄的一位大三，他在实践大学实习，但是看到他的履历作品集，其实感受到他有很多很丰富的经验，所以有询问他说可不可以允许我在网络上，在这个频道上分享他的作品集，然后用我的角度去给他一些建议。OK， so 第一页来讲的话会蛮有趣的。说实在，以照片来讲的话呢，我看到这是一个很开心、很开朗的一个大男生。那因为他的背景感觉好像有其他的同学也有某些座位，因为他穿的这个衣服衬衫来讲比较浪一点，然后并不是那种帅气有精神的这样子的呈现，可能跟他是一个设计师或在学设计这部分来讲的话，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很好的直觉反应，就是第一个印象1秒、2秒、3秒就要把他的这种专业度卖出去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可以用另外一张照片去做更新，他自己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，然后他想呈现给这个面试者，甚至是他去3家不同公司面试，那3家不同公司的属性是不一样的，那他的作品集其实就要好好的去做一个调整，针对这部分，所以第一印象非常重要。那我可以感受到他讲他对于字形，就是中文字跟英文字的字形并没有特别的去研究，因为所有细节都很重要。那他如果第一页要放这个的话呢，是不是有可能我第一页感觉我可能还有30-40个作品集履历我要看，那我是不是想要我只有1个小时，那我要很快就看书，所以我可能给他1分钟而已，30秒而已。那假设在第一章来讲的话，他已经没有让我觉得我有这种专业度是感觉是我想要的话，很有可能这个面试官可能还没有往下看的时候就已经下一个了。但我不是说所有的面试官都这么恶劣，但我只是说，如果你刚刚说他们已经看了很多份的话，然后他们已经视觉疲乏，已经很累的话呢，很有可能就因此 miss 掉你的作品。所以第一页非常重要，把你的细节再调整一下，调整更好，可能可以用一些专业的一个大头照或者是照片，然后去做呈现。那你如果要把一些排版或细节的话，确认它在你整个作品集的一个框架的一个系统里面是贯穿整件事情，就让它有系统性的去看这个作品。OK。那它有 content， 那这已经跟告诉我讲说，我现在要看的这个作品集好像有很多页很多内容，可是事实上我可能1、2、3、4就是稍微的快速看过，所以正常，因为他在面试的话，他其实已经大约已经知道这一个人的一个初步的状况，那他只是要再次的确认以外呢，他要先过路，然后看他整个的感觉。我这样子很快速的看过呢，意思是说，通常是这样子的，你的稳定性，你工作上的稳定性通常是这样的，你如果工作你的实力到一定的程度，你就会持续的。可是呢，有些人是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所以我在快速的按键去看到这整个过程之后，我会发觉是说，他的作品是属于常态性、稳定性，他可以稳定的工作、稳定的输出、稳定的产出价值出来。所以这是一个方式，就是可能一个面试者他要大量的看很多的作品或履历，他会用的一个方式。那当然，他很快速的阅览之后呢，他突然看到一个某张图或某个排版或什么的，就是这个作品或者他诉说的一些文字等等的，刚好有进入他的眼睛，然后进入他的大脑，让他觉得这个蛮有趣的，我想要再深入去读一下，那可能我就停下来细细的品尝里面的一些细节跟内容等等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回头看一下整个 OK， 所以呢，其实你已经浪费了第1页、第2页、第3页、第4页，你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。那事实上，我会建议这3页全部都去掉，我觉得并没有那么的重要，因为对我来讲是我需要快速看到是说你的作品集。那像这些文字类来讲的话，细细阅读，我认为可以摆在最尾巴。那如果你硬要摆到前面的话呢，我觉得你可以跟你的大头像跟什么所有的细节全部浓缩在1页，等于是我看的第1页，我已经知道说你长得是什么样子，你穿着的是那个专业度的呈现，然后里面的一些排版细节、设计感等等，然后文字的叙说，你也做过什么事情，做过什么案子，执行过什么东西，然后或者有得过什么奖，我大致上就已经知道。然后里面就说，你的软体，你会什么样的软体？我觉得这个状况就会非常好。那我们现在来细看一下这个部分。OK， 这一页来讲的话呢，就是我没有那么清楚说为何我需要去使用这一页。这样讲好了，你如果把人资或对方来讲，你
把它当做是它是一个很贵重的人，他的每分每一秒都时间都很贵重，所以你会尊重他使用的这份时间以外来讲的话呢，你会尽可能的不要浪费对方的时间，你想要把你最大的价值立刻就呈现在他面前。那这一页来讲的话，坦白讲可以并到第一页。当然你如果有些人是想要做个很简单的开始，那个是比较美丽漂亮的做法。那有时候就是比较暴力型的去做，就是我马上就看到说这个人是怎么样，名字，然后人是谁，然后他做过什么事情，有没有得过什么奖，我如何联系他。基本我知道之后，我就要看下一步。基本就是下一章我期待的是看到他最好的作品。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千万不要说拿你的作品集依照你大一、大二、大三这样子的时间排序来去做排版，跟把你的作品放去。理论上，你大四的作品会比大三、大二、大一好，对吧？所以如果你是先用大一，你可能想呈现的是让人家知道说，你的成长幅度，我劝大家最好不要这样子做，直接就是把你大四或者是你大二、大三，但是做的那个完成度非常高的东西直接摆出来，不好的作品跟比较次等作品全部都剔除掉。第二个，我碰到很多人在作品集常犯的问题是，他常常把非常大量的作品放进去，所以他就说，我有习作、练习作，然后外面的打工或者是接了一些 SOHO 的案子，然后老师给我们的一个群组的毕业制作什么，就是一大堆的全部懒，我就说它就变厚一叠，可能是一个200页、100页、100多页的东西。可是这样来讲是一个大忌，因为切记你要想象说，面试官或者是 HR 人资的部分，他在看过滤，或者是他已经传到设计总监之类的，然后再去过览你的作品集或履历，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过览100多页的东西，甚至50多页的东西，他没有时间，他只要看到说你的程度的天花板在哪里，你的最高程度是在哪里，然后呢，你的平均值的稳定度是不是够？那这个意思是说，我只在意这2件事情，所以当我看到一个1页或2页，然后它是突然掉到水平，那我就会思考说，它是常常会有些地方会处理不好，然后突然它的产值或方式质感就整个掉下来吗？是因为它还不够稳定啊，还不够成熟吗？还是技术还不行吗？我会再去思考说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。然后 about me 热情之类的，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，像这样子的文字来讲的话呢，这样子的做法是有点像是把履历跟作品集并在一起。但坦白讲，我建议是2个分开来，因为通常你会过好几关，比如说电话面试，好，第1关过了之后呢，大约确定你的状态，然后人资会可能约谈，那他会看一下你的履历的部分，然后接下来会有所谓的艺术总监之类的，然后去看你的作品集。艺术总监他不一定会想要看到很多文字的部分，他直接想要看作品，去判断说你对于你自己的技能来讲的话的程度是怎么样。那你如果要并在一起的话，尽量浓缩。我觉得浓缩是一个大学生需要去学习的非常重要的技巧。资讯浓缩，怎么样用最短最有力的部分把你所有的一切呈现出来，让人家在短短几秒就对你有深刻的印象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目前我现在看这一页来讲，我会建议是说，它会有一些灰色跟黑色字的这种来回变化，但我觉得这个跳脱太多了，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很松散的一个排版方式。所以我会建议是说，它可能用一个比较大的区划，就是说这是我的重点，所以我的第一阅读我想要传递的是什么，第2个重要的是什么，第3个重要的是什么。所以整页来讲，不要超过3大区块或3个大的重点，让人家惊艳或让人家能够记住你的独特、你的好、你的厉害之处，很厉害在哪里。我觉得这是这一页我会给建议的地方。OK，artist 好，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呢，我会觉得照片蛮好的。Picture tells 1,000 words。Picture tells 1,000 words， 其实这个意思是在于，当你的照片蛮好的话，你的文字不需要太多，你就可以传达你想传达的所有一切。另外我的建议的话呢，我如果在看图的话呢，因为上面的字，我觉得上面的字有点干扰到我在阅读的图。最后一关你过通常是艺术总监之类的，所以我会希望说图就大完整的，然后所有的细节都缩在这个的下方。意思说，当我只要看到图里面我有任何问题的时候，我在下方的这些字句，比如说它是什么名字啊，哪一个时间做的啊，用多久时间做的啊，它用什么材料啊等等啊，它是越做于哪里之类的等等的，我觉得这样可以加快我阅读这个作品的速度跟时间。照片非常棒，然后产品又隔了一横。说实在的，我其实才看了2页作品，我已经期待说照片好棒哦，我想要再看更多的，结果发现说又冷掉了。产品
我可以理解说，当你有一个这叫分割线或分割页的时候呢，其实那是处于是说，当你有大量的同一类别的部分，比如说10页、20页，然后呢，让人家要断行、断页，让人家焕然一新，就我们即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区域、新的作品集、新的类别来讲的话，让人家突然醒来，觉得说 OK， 那我就心里有期待，然后看下去。可是现在的状况是我还没有看太多，就又停了，所以本来已经开始很嗨，然后又停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在这一页可能建议可以把它取消掉，这一页也是。那假设里面有讯息的话，把它浓缩在这个作品里面。然后我的建议是说，如果你的图强过你的文字的话，我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这个英文字或者是中文的叙述来讲的话，它的字形跟字体跟字句的大小其实没有特别的设计过，所以以字这件事情跟图这件事情，图的完成度跟美感大大高于字的部分，那你就要用你的长处避掉你的弱点，所以你就要专注在怎么样把图显现得更好，然后尽量去避免字的部分。OK，感觉蛮好的。然后现在是 fashion 的包包的部分，觉得这也蛮好的，但又跑到这一个部分，这等于是个断然有3个案子。OK， 也是可以的。目前来看这个部分，我会发现说它的断页比之前的好，因为它让我知道说这是 CS 的系统，然后它有3个专案在跑。因为你专案堆叠比较多，所以这一页的存在就是比较好一些。这一页通常在诉说一些自己的想法跟理念，我觉得是重要，但是我认为可以保留这件事情在当你去面试的时候呢，设计总监他在询问你的时候，你可以把你为什么做或设计这个专案，用什么方法里面的理念，把它当面诉说出来。当你有身体语言，然后你有手势，你有表情，你有感情，你有讲话的那个字的重量用词，我觉得那个表现方法可能会比你在这一页呈现的会比较好，所以这也是一种方式。OK， 海报模拟不错，合成实际的有被应用，所以让我看到说 OK， 你有设计一个东西，然后它有实际的被应用出来，存在这个世界上，变成不是习作，比较像是一个作品，真正的商用的作品。那让我了解说即便你是个大学生，但是你在做一些事情已经有被商用跟在市场上去运用了。OK， 这些模拟的 OK， OK， 像现在我这样子来直直的一直看，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。当我看到设计跟 CI 系统的时候，突然跳到这个跟这一页的话呢，这一页我变成不是很理解说想要呈现什么，因为它不是一个完成的状态，它是个在进行的状况。可是这一页的后面又没有东西，所以我不知道说你在进行一个什么东西，然后它完成会是什么东西。所以这一页如果没有特别的诉说一个故事，跟诉说一个专案的状态或流程或者时间轴或什么的话，我建议这个部分可以把它取消掉。然后接下来的平面设计有几个专案，像这一页来讲的话，它字又那么少，我觉得也真的是可以取消掉。然后合成，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，其中有一个方式是，我觉得这2页没有那么的强，因为它是同个事情，然后重复，所以事实上会有点干。我建议像这个系列来讲的话，特别是应该一开始就放这一张，因为这张就焕然一新，就震撼到了。所以等于是有点像是我给你一个最终的答案，先让你心里有个期待，然后呢，我再来告诉你说我是怎么样经过什么程序，经过什么思考逻辑才完成这件事情的。然后实际的运用，但模特的漂亮照片跟走秀照片落差有点大，所以这意思是说，有时候我可能会建议是，可能要挑选一下照片。如果这个强度跟这个落差来讲，当然不是任何错误，但只是说，当你已经呈现这个的时候呢，跟这样子的时候呢，它有一个太高的落差，让我会对这个期待感会减弱。那像这个部分来讲的话，比较像是合影啊，做个纪念，它跟呈现你的专业度是无关的。我建议这个可以保留在你自己的网站啊，或什么之类。但是作为作品集来讲的话，如果我是一个设计总监，我没有必要知道是说你跟董事长合影或者是一群人合影，它对呈现你的技术专业度理念来讲，并没有太大的关系。OK， 像这一张的话呢，
我倒觉得是说，如果你的顺序把它调整成一开始就是第一张你在喷一个什么东西，但是如果我用手把盖住下方的话，我只是呈现上方的话呢，会发现是说它变成是一个问号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我怎么都看不懂，引起一个人的好奇心。接下来再缓慢的把那个盖住的布掀开一点，然后直到最终的那个答案。所以这个好奇心也是重新调整你的前后顺序一种很好的方式。所以当你有喷气罐，你在喷一个什么东西，然后一些细节，但是这些细节你还是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，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个汉堡，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会是一个很棒的方式。然后这个很粗犷的、很有力道的、很有生命力的，还有跟这种很干净的排版的设计的东西，专案来讲的话，我感觉有一个很大的落差。那这也会让我想到是说，你好像在手动的部分蛮强的，所以你可以文可以武，应该是这样讲吧。这也算是一个蛮好的强项。那只是说，当你的整个程序主轴抓出来讲的话呢，你会发现是说，它会有一些是你手做的地方，比如说衣服啊、皮啊、鞋子啊、涂鸦墙啊跟设计这两大类，我会建议说把它拆开来，因为这两个的影响力、视觉影响力会不大一样。如果我看到的话，我会第一个想是说，因为你还没有毕业，或者是你毕业你现在要找工作，请问你是喜欢哪一个部分比较多，或者是你想要往哪个方向走比较多？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很多的大学生他在做他的作品集之后呢，他会发现大家的能力都很综合，就是很多事情都可以做，可是因为他自己的定位并不清楚，所以他就全部摆出来。那对于面试的这个公司来讲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看一个作品集，然后去了解是说这些地方或这两三个方向它都很适合。举例，他如果都很适合的话，但是他终究在1年、2年、3年，他自己比较想往哪个方向走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因为假设说你想想看，如果公司他要往这边走，你呈现的是你可以往这边走，可是你心里内心热忱喜欢的地方其实是往另外一个方向，所以呢1个月、2个月、半年、1年、2年就完全分开了。那会导致是说你可能在短期，有些人撑不住1个月、3个月、半年就离职了，因为这个作品集他在定位没有很清楚的状况下，他可能也给了他面试这些公司某些误导。能够做的确大家都很有能力能够做，可是你还是希望说先理清自己想要什么东西，然后再把它转化成整理成这一个作品集，能够好好的把你这个部分呈现出来。所以你面试很多公司，他也快速可以删掉你，你也可以快速的删掉对方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契合，找到契合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去做一个初步的理清。OK， 我们回到看作品这个部分。OK， 好，我觉得非常棒的作品集，然后是质感整个呈现来讲是蛮高的。如果我是有一个案子的话呢，我也的确会考虑说，我是不是要发给这一个大学生，因为感觉他的完成度蛮好的。剩下我会想要确定的就是他的谈吐啊 ，teamwork 跟不同的旁边的友人或者是队友一起协作，做一个专案来讲的话，沟通会是什么样的方式？那我觉得这些就是作品集里面没办法看到人的人情，懂不懂事，有没有很好的温度，沟通的方式、理性以及思考逻辑等等。然后当然就是说他的热忱在哪里，这些在这里面可能不一定能够呈现出来。但是就以这上面来讲，能呈现你能做的是把你的思考逻辑，然后把自己定位完之后，想要呈现的那个重点放出去。那重点呈现出去完之后，下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重新整顿你的作品集，让你的重点在第一时间前10秒，当我在下面按下键的时候，我马上就看到了，马上就好期待这个人，我想要看他更多的作品，下面的更多的东西。所以有些人讲，如果你有40-50个作品来讲的话，你把它删到15或者是20页，你最好的让人家看了就会很期待的。那另外一个有人讲法是说，我把我的作品集我把它拆成2-3个，因为我可能会很多不同的东西，然后拆成2-3个。那这2-3个我会依照我想去找那个公司，然后我把适合他们的那个作品集给他们看。尾巴我可能会放短短的几页或一点点东西，让他知道说我有其他的能力，但是那不是主轴。那所以假设你把它拆成3份的话，你就可以给3个不同类别、3个不同方向的公司。对公司来讲也会比较轻松，就知道说对，你就是我要的人才，你在作品里面呈现的东西完全就是我这个公司所需要的。然后我看尾巴，的确你有其他的综合能力，不错。所以最重要的结论是，当你有作品集的时候，切记一定要把你最厉害的放在最前面，让人家看了就觉得哇，我很想继续看下去，然后了解这
这个人更多。那当他看到之后，是你已经整理好的，是很契合，就刚刚好符合你要应征的面试的这一个公司它的所有的需求。我觉得你要不中都很难。相反，如果你自己在作品集没有经过自己的整顿，你觉得说哇，我会那么多东西，我全部都放上去啊，然后就说扣某某公司，我什么都会啊，你来看嘛，你自己来挑嘛，然后我很厉害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反而会没有那么恰当，因为面试者要看很多人的作品集或很多人的东西，那他可能没有那个时间去大海里捞针说哦，这个才是你最厉害的，然后甚至还回应说你会那么多东西你真正的强项到底是什么？你擅长的到底是什么？反而会有很多的问号对你这个人你的能力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大忌，尽量的第一，脑袋要整理过，自己定位要确认好，方向性要确认好，然后把这个灌注再重新整顿你的作品集跟你的履历，然后最后把那么多的作品来讲，挑选最好的精华的放进去，然后那个顺序来讲话，尽量回头看，不要让他，你宁可让他温温的，然后偶尔一个很厉害的，但是不要那种上上下下太多的，掉下去太多的这些作品，你自己也觉得说这不能代表我现在我的能力，不好意思，全部拿掉，这样子的你的作品集会更有力道。OK， 希望这一集有能够帮助到你。那当然，帮我按个赞，帮我在下面留言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想要看更多我在分享作品集之类的话呢，也麻烦让我知道，帮我 subscribe 这个 channel， 也帮我 subscribe 我的 IG。See you next time. Bye, adios, ciao.